朵朵是一名狗血言情小说写手。半年前，我连载的一部清冷仙君霸道宠的小说火爆全平台，读者们为男女主的爱恋磕生磕死，而我却怜爱起被我一手塑造出来的反派 BOSS 周不易。今晚是我完稿的日子，也是大反派周不易的死期。身负重伤的魔尊周不易被宁华仙尊携众仙门弟子围困不周山。不周山上结缘重重，周不易眸光清扫，紧紧凝视着人群中的云霞仙子，薄唇轻启道：“连你也要杀我？”不易哥哥，对不起，自古正邪不两立，为了天下苍生，我必须除了你。魔族所求不过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仙门屠戮魔族在先，本尊不过以血还血，何错之有？既然这天容不下我魔族，尊便逆了这天。不是亲妈不疼你，只是反派必须死啊！什么情况？来人啊！救命啊！跌倒吃了！仙魔最终决战的战场上，来自异世的少女从天而降。魔尊，你已无路可逃，束手就擒吧！本尊乃是魔族至尊，魔族只有战死的亡，尊不退，魔族不亡。家人们谁懂啊？我云朵朵穿书了，怎么样的穿的还是我自己写的一本小说。身为原著作者的我，本该手握金手指，拳打魔尊，脚踢仙门，屹立剧情巅峰，掌控所有人的生死。但是这是一本已经完结的小说，书中的后续剧情，本宝宝也不知道啊！哪里来的小妖怪？恶灵退散！亲妈，欢迎你来到书中世界，我是你的宝宝书灵小九啊。你叫谁，亲妈？我是清冷仙君霸道宠这本小说的书灵，你是这本书的作者，自然就是小九的亲妈呀。啊，你既然是书灵，能不能送我回到现实世界？不可以哦。亲妈被吸入书中世界，是因为本该在大结局死去的魔尊周不易觉醒自我意识，抵抗书中命运。身为本书作者，你必须消除周不易的怨气，修补剧情 bug， 才能返回现实世界。写书作者千千万，凭什么只有我被拉进书中世界？要消除剧情 bug 是吧？那我现在就杀了周不易行不行？亲妈，你住手！周不易怨气没消除前就死了的话，你就永远无法离开书中世界了。我有句 fuck 不知当景不当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剧情 bug 源于周不易想要逆天改命，只要他心甘情愿死在你手里，亲妈就能回到现实世界了。OK，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我该怎样才能让周不易心甘情愿地死在我手上？当然是让他爱上你啊！你是谁？救我！救我！救救我！小九，快救我！小九，我还没把周不易怎么样，他都快先把我给嘎了，我还有命回到现实世界吗？亲妈莫慌，身为原著作者，你在这个书中世界可是自带外挂的存在。你可以用书灵之笔更改原著之书上的剧情文字内容会在当前世界实现哦。此刻，周不易正用刀抵着云朵朵的脖子。这个金手指妙啊！我把文字改成我用刀抵着周不易，行不行？由于书中世界存在 bug， 请权限受制，您只能改动或者删减增加一个字哦。一个字？你闹哪样啊？亡命小野！说你到底是谁？好汉饶命！我就平平无奇一路人。谎话连篇！给我把刀改成吻！此刻，周不易正用吻抵着云朵朵的脖子。心一落，落入世间虚的花瓣人断肠，多执着，惊鸿怎让人遗忘？你对本尊做了什么？不是。被非礼的人是我，将我母胎单身 solo 25年，虽然被你夺了初吻，我还没嚷嚷呢，你倒是恶人先告状起来了，天下竟然有你这般厚颜无耻之徒！魔尊刚才还对你喊打喊杀，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你？他可是我亲手塑造的蛾子，知子莫若母，懂不懂？唉，谁又能想到被仙门深恶痛绝的魔族至尊，其实是最恩怨分明的呢？
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他这辈子最不愿意亏欠旁人。大魔头还懂礼义廉耻呢。对啊，周不义其实是我笔下最心软的神。神？他不是魔吗？在我最初的设定里，周不义是上古最后一位神明。神明碍事，自然也会怜悯被困蛮荒、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魔族，所以他转身为魔，以身入局，想要调解神魔两族的纠纷。你说的这些原著里都没提过，因为出版被编辑废稿了呀。唉，比起神爱世人的设定，粉丝们更喜欢痴男怨女的情情爱爱，所以我笔下那个大爱苍生的神明，变成了如今与男主争风吃醋，对女主强取豪夺，最后不得善终的美强惨工具人。哎呀，我这个蛾子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倔强，还是需要老母亲来收拾残局啊。哎，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听妈妈的话，不然会受伤。亲妈，原歌词好像不是这么唱的。哎，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凭什么他人穿越多才多艺，什么都会？我身为原著作者，一招传书，连钻木取火都不行。这黑灯瞎火的，好想拥有个电筒啊！是你救了本尊，这不显而易见吗？你的人是被我拖回来的，身上的伤口呢是我包扎的，我还贴心的为你取火御寒呢。所以火呢？这不正在努力吗？原来你真的是个凡人。魔尊好棒棒！哎，都说能者多劳，哎，要不您老再变出点吃食出来？我已经饿了一天了。本尊残余的魔力也只能勉强为你点一把火。那你恢复了魔力，我是不是就能有口吃的啦？不周山内无法吸收魔神之气，如今的本尊与凡人无异，只有离开不周山，本尊才能恢复魔力。你的意思是，在这荒郊野岭、野兽出没之地，柔弱不能自理的我和重伤不愈的你，即将展开一段荒野求生之旅。是啊，凡人，所以你做好死的觉悟了吗？苍天呀！如果我有错，请你用法律来惩罚我，而不是把我丢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自生自灭啊！这山谷里怎么连个能吃的果子都找不到？再这样下去，我要被活活饿死了。你以为仙门中人为何要将本尊逼上不周山？这里曾是上古诸魔之地，被魔血覆盖的这片地域，再也长不出新生的幼苗。除了上古时期以魔族尸骸为生的醉眼兽，再无活物。谷底有上古禁制，本尊逃不出去，你也会死在这里。苍天呐！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么奇葩的设定？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我自己坑死了吗？哎呀！什么声音？他是醉眼兽，他应该是闻到了本尊的魔气，寻过来的。那我们赶紧逃啊！你怎么还不起来？你磨蹭什么呢你？你刚才没听明白本尊说的话吗？只要跟在本尊身边，醉眼兽迟早会找上你。想在不周山活得更久些，就远离本尊。那可不行，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小九，这原著之书是怎么回事？说好的金手指呢？它不灵光啊！书上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文字剧情了，它是不是坏了？只有亲妈你参与的重要剧情才会出现在原著之书上。也就是说，没有文字剧情，我反而更安全？可以这么说。那他现在是怎么回事？天空突然下起大雨，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朝着二人逼近。你们的！给我一边去，别过来碍事！你不是没有魔力了吗？还逞什么呢？本尊没有魔力，还有武力，本尊只能缠住他半炷香时间，还不快走！天空突然下起大雨，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朝着二人逼近。为什么只能改一个字啊？这算什么金手指？危急时刻压根不顶用吗？亲妈，你赶紧想办法！周不义他快不行了，他如果死了，你就彻底回不去现实世界了。我在想，只能改一个字，改什么呢？
不管了，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把雨给我改成饼。天空突然下起大饼，醉眼兽闻着魔尊的气息，朝着二人逼近。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天上掉馅饼了。起码你还有心思吃饼呢，周不义快被打死了！醉眼兽朝着体力不支的魔尊冲去，哼哼，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力量了。小九，把冲给我改成酒。你确定？听我说，准备撤。醉眼兽朝着体力不支的魔尊游去。少女还没死呢。醉眼兽莫名掉进池塘里，天上还能掉馅饼，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说明魔尊大人和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鸿福齐天，上天护佑。上天可不会护佑一个魔族。本尊怎么觉着，打从你出现后，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之事呢？魔尊大人，我可就是平平无奇一凡人，无论发生什么都和我无关啊。你叫什么名字？云朵朵，天上的鱼儿一朵朵，我叫云朵朵。云朵朵，你最好不要欺骗本尊，否则本尊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敢，我不敢，我胆子小，不惊吓。走吧。啊？去哪里啊？筑魔台，不周山禁制的阵眼就在那里。想要离开不周山，唯有破了阵眼。想要离开不周山，魔尊只能献祭云朵朵，以此破开不周山的禁制。好家伙，我直呼一个好家伙！周不义，我信了你的邪，逆子，你竟敢献祭你老娘我！此处便是阵眼所在，想要破除禁制，只能以身先。快看，有徽记！什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儿子，这可是你逼老娘的！想要离开不周山，魔尊只能现身云朵朵，以此破开不周山的禁制。不对，这里有古怪。周不义察觉古怪，顿时怒火中烧。我改。周不义察觉古怪，顿时欲火中烧。怎么会这样？魔尊，你还好吧？好热，帮帮本尊，云朵朵，本尊会对你负责的。心随之荡漾，一步一面下。亲妈，咱们可是正正经经的言情小说，佛子以下不能过审。我要是被关小黑屋，我就只能举报亲妈你带头开车了。逆子，你们一个个都是逆子！我的个老妖啊！周不义这个禽兽，该不会吃干抹净拍屁股走人，不管老娘死活了吧？怕谁禽兽呢？真吓人，吓死人啊！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心里没点逼数吗？妈，说起来是你先动的手，篡改剧情的好像是你来着。闭嘴，你这个逆子！身为原著作者的我，为嘛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带你我逃出不周山，本尊会给你个交代。恭喜亲妈，保住小命喽！看魔尊的样子，似乎是想对你负责呢。他连最后一块饼都留给了你，亲妈你感动吗？用我变出来的饼哄我，我感动个毛线啊！去，口是心非的女人。刚逃出升天的魔尊与云朵朵来不及喘息，便遭遇不周山万年难遇的兽潮。这一次，二人无路可逃。不要紧，既不知当讲不当讲。已经无路可逃了，本尊一生逆天而行，想不到末路中途竟然是这里。摸什么路装什么土啊！兄台，你难道没听说过万能的跳崖不死定律吗 ？You jump, I jump, where I jump。什么？什么？我让你跳啊！小九，给我把无路可逃改成有路可逃。刚逃出升天的魔尊与云朵朵来不及喘息，便遭遇不周山万年难遇的兽潮。这一次，二人有路可逃。周不义，周不义！亲妈，你别急，堂堂魔尊总不至于被一条小河淹死。你懂什么？周不义的隐藏人设里有一条旱鸭子呀！
亲妈，虽然花前月下，气氛正好，但我不得不煞风景的提醒一句，新的剧情文字出现了。谁家好书这么虐自家的作者呀？平静的湖面隐藏杀机，水底的食人鱼朝着魔尊与云朵朵逼近。他喵的，赶紧给我把食人鱼改成美人鱼！平静的湖面隐藏杀机，水底的美人鱼朝着魔尊与云朵朵逼近。美人投怀送抱，云朵朵，你好福气。说什么风凉话呢？还不赶紧把他从我身上拽走！这么纤细的脖颈，若是掐断，岂不可惜？周不义，你发什么疯啊？我刚救了你，你就过河拆桥吗？究竟是本尊过河拆桥，还是你图谋不轨？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突然出现在神魔战场之上，好巧不巧将本尊撞下悬崖，挨着本尊在不周山内经历生死，每次还能逢凶化吉。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你怀疑我？事出反常必有妖，难道本尊不该怀疑你吗？大危机，大危机！恭喜亲妈成功挑起魔尊的杀心。不是小九，你撒花庆祝个什么劲儿啊？我命悬一线，你幸灾乐祸，可真是我的好大儿啊！云朵朵，你究竟图谋什么？哼，想知道我图谋什么？你凑近点儿，说给你听。云朵朵，你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咬死你这个负心汉！压着，让你不玩了，让我晕吧！亲妈，注意形象，注意形象！咱们可是清清白白、正正经经的狗血言情，不是海潮文啊！我云朵朵，鸿福齐天，遇难成祥，怎么了啊？你运气不好，那是你的个人问题；我锦鲤化身，那是我的实力问题。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老天爷追着赏饭吃，谁像你呀？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腹黑阴批，一言不合就对我喊打喊杀的，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和你一起掉进一个山坳里。闹够了没有？你还有脾气了啊？说你几句怎么了？刚才你还上手掐我了呢。本尊连你脖子上的红印都没掐出来，你倒是将本尊咬成了这样，你属狗的吗？魔尊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属狗的？哎，瞅瞅我这2排大白牙，倍儿棒！不过是把你咬成了香肠嘴，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咬死你，都算姑奶奶我嘴下留情。哎，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做错了事情，一味的就想着逃避，算什么男人？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如今你是浑身上下究竟还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啊？我是图谋你被仙门追杀，还是图谋你朝不保夕啊？我告诉你，姑奶奶我这辈子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是你不能侮辱我高贵的品格。求你了，别说了。好家伙啊！你可真是好家伙啊！你连句话都不让我说了，是不是？人活一张嘴，除了吃就是说，你连说话都不让我说了，你这和杀了我有什么区别？这个松开你！杀人凶手负心汉！那是什么？别给我扯开话题，就算是架灰机也不能吸引我此刻的注意力。亲妈，要不您老先看一眼原著之书的文字描述。魔尊与云朵朵迎来新的危机，不明上古飞兽朝2人直扑而来。他喵的，哪有谁能打小怪兽呢？上古飞兽什么鬼啊？不是说不周山除了最野兽没有其他活物了吗？他喵的，我是投了怪物窝吗？还有完没完了啊？亲妈，你再不更改剧情文字，就要惹上大麻烦了。改，就这样让我改，只准改1个字，你让我改个屁啊！给我把兽改成鸡试试。啊！魔尊与云朵朵迎来新的危机，不明上古飞机朝2人直扑而来。我就说我是个小天才嘛！这是什么玩意儿？孤陋寡闻不懂了吧？这叫灰机，能带我们逃出升天的好东西。亲妈，仙侠世界里出现高科技产品是符合背景逻辑吗？管他呢，我的世界我做主，有本事让我穿书就别怪我搞事儿。好吧，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里搞来的飞机驾照？夏威夷学的，有问题吗？
云朵朵，你大可不必如此报复本尊。你自己晕机关我什么事儿？试着旱鸭子就算了，结果还晕机，堂堂魔尊，这没用的嘛！亲妈，咱们讲点道理，你开的是飞机吗？你明明是拿出开战斗机的架势开飞机。别说魔尊了，我也要。是魔尊大人回来了，我们有救了！魔尊大人，仙门四处追捕魔族，族人伤亡惨重，求您带领族人活下去吧。小九，这里就是魔族的领地吗？你看他们的装扮，连乞丐都不如，堂堂魔族怎么会沦落成这样？亲妈，你给魔族加了多少 debuff 设定，你自己不清楚吗？如果不是周不义带领魔族破开蛮荒封印，魔族早就灭绝了。是啊，是我亲手造就了魔族的今天。可是，在小说设定里，神仙就该高高在上，妖魔就该人人喊打，这不是定理吗？这个问题，亲妈你不该问我。要知道，你才是原书作者。对书中世界而言，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反派必须死，魔族必须亡。你来书中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周不义，消除书中世界的 bug，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返回自己的世界，书中世界也能恢复正常运行。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死一个周不义，不是吗？跟着本尊做什么？当然是准备替你收尸啊！明明你自己的伤势都没痊愈，还耗费魔力救人。周不义，你是魔尊不假，可你想凭借一己之力托举整个魔族，哪怕耗尽你的心血，也未必能如愿。那你的意思是，本尊该放弃族人，独善其身？明知不可为，为何还要执着呢？因为本尊是魔族的王，欲戴其冠，必承其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王应尽的职责。你下来做甚？寒池之水冰凉透骨，一个凡人如何能忍受？别跟我走，让我陪着你。本尊不需要你陪。可我心疼，周不义，我心疼你。亲妈好硬的，只要拿下魔尊，让他心甘情愿爱上你，死在你的手里，你就可以返回现实世界了。你真当我云朵朵是什么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的人吗？周不义原本就不是什么大反派设定，他可是我笔下我最心疼的角色。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原书剧情里把他一步一步逼向了必死的结局啊？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过审啊！反派必须死，这是定律。亲妈，周不义不死，你就无法返回现实世界。你与周不义从你穿书的那一刻就注定对立。不要心疼男人啊，那可是你不幸的开始哦。亲妈，你不去攻略魔尊，整天待在药炉给魔族的伤患熬药，算怎么回事？你难道不想回归现实世界了？魔族沦落到如今这般田地，我才是始作俑者。我做不到亲眼看到魔族的惨痛后还无动于衷。在清冷仙君霸道宠的小说世界里，魔族既没杀过人，也没害过命，从头到尾，他们都是被我设定出来给仙门刷声望的工具人。可他们伤害过女主。是啊，为了体现魔尊爱女主之身，我特意安排了魔族伤害女主，进而引发周不义和魔族决裂的剧情。可是，身为魔族的王，周不义宁死也要带领族人闯出一条生路。他怎么会为了小情小爱抛弃甚至伤害自己的族人？小九，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周不义会觉醒，甚至反抗原书世界的设定。为什么？因为我写的狗血剧情满纸荒唐，都是狗屁。对魔族和周不义而言，我就是个罪人。不好了，仙门突袭，快去禀告魔尊大人！亲妈，快看原著之书。明华仙尊带领仙门弟子突袭魔族领地，云朵朵亲眼看到魔尊战死，魔族族灭。小九，这原著之书是不是想逼死我啊？魔尊战死，魔族族灭，我只能改一个字啊！周不义不能死，他如果含冤而死，剧情世界的 bug 就无法消除，亲妈你就再也无法回归现实世界了，保魔尊啊！可是魔族会灭族的呀！说到底，这里不过是亲妈笔下的世界，魔族对你而言只是一群纸片人，该怎么选择？亲妈你还需要犹豫吗？小九，你错了。既然我是原书的作者，在我主宰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魔尊我要救，魔族我也不会放弃。宁华仙尊带领仙门弟子突袭魔族领地，云朵朵亲眼看不到魔尊战死，魔族族灭，这也行？为什么不行？你当初可是说过，我可以增减或者修改一个字，只要我这个原书作者看不到，魔尊和魔族就不会走向终局。这场仙魔大战不该由既定的命运决定，究竟鹿死谁手？
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周不义，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切，咱们搂也搂了，抱也抱了，亲也亲了，睡也……别人开口要钱，你张嘴是要命。云朵朵，你就是来克我的吧？云朵朵，你知道跟着本尊的后果吗？什么后果啊？本尊与魔族一样，见不得光，也看不到未来。不周山内本尊夺你清白，是本尊不对。凡你想要，只要本尊所有，你尽管要求。唯有幸福二字，本尊给不起，你明白吗？可是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云朵朵，你与本尊相识不久，你对本尊哪来的情根深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不周山内，你允诺对我负责。周不义，如今我要你兑现诺言，我要做你的尊后，你允是不允？云朵朵，为什么你明明是个凡人，本尊却看不懂你？余生岁月漫长，你有很长的时间了解我。周不义，娶我吧。好。亲妈，你来书中世界是为了攻略周不义，不是让你把自己赔给他。你要嫁给魔尊算怎么回事？你说过原著之书只会呈现出我这个作者参与的剧情，对吧？那么我现在便将自己和周不义的命运绑在一起，不就完了？亲妈，你疯了！周不义只是你笔下的纸片人，你竟然为了他放弃回归现实世界。从我穿书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就已经活了。在回家和周不义之间，我一定会找到第三条路。亲妈，你会后悔的。哼，说后悔，那也是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会为了粉丝流量，胡编乱造了这个世界的狗血剧情。我不理你了。周不义，我不会后悔的。你说什么？我说不要让我后悔。魔族对待伴侣从一而终。云朵朵，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尊唯一的尊后。礼成。我叫云朵朵，一个穿进自己写的小说，又把自己赔给书中反派大 boss 的傻逼作者。3年前，我为了改变魔族的命运，执意嫁给周不义。这3年来，周不义对我关怀备至，细心体贴，他满足了我对丈夫的所有幻想。我也渐渐迷失在亲手编织的美梦里，直到那一天，当所有的真相都被揭开。尊后，仙门联合龙灵两族，大兵压境，魔尊独木难支，只怕此次魔族在劫难逃。我等奉魔尊大人的命令，护送尊后离开。说什么？不，我不能离开。只要我在，不义和魔族就还有一线生机。不是让你走吗？为什么还要回来送死？不义，相信我，我可以救你和魔族。区区凡人妄想对抗仙门，简直痴人说梦。凡人，哼！说起来，宁华仙尊，你还要称我一声亲娘？你竟侮辱我，找死！朵朵，小心！宁华仙尊大怒之下，朝着云朵朵袭去，朝着云朵朵跪去。妖女，你到底做了什么？乖儿子，亲妈说了，这才是开始。仙楼灵三族，万箭齐发；仙楼灵三族，万箭齐眉。宁华仙尊飞身而下，宁华仙尊飞身躺下。魔族节节败退，仙族节节败退。什么情况？仙门中人发羊癫疯了吗？银华仙尊又是跪又是躺的，咱们这是胜了！老天爷，你可终于开眼了！不义，我们胜了。云朵朵，也就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你想我说什么？从你出现在本尊身边说起。不周山内，你说自己是锦鲤化身，鸿福齐天，可你我成婚3载，发生在你身上匪夷所思之事越来越多。云朵朵，本尊不是傻子，刚才仙门败落，是因为你的缘故，对吗？不义，人生难得糊涂，你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不好吗？可本尊至少该知道枕边人究竟是谁，你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告诉你，你身处的世界是我笔下的世界，是我亲手塑造出的人物，你信吗？你笔下的世界，所以魔族遭遇的不公，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基于你凄惨命运，害魔族天地不容的凶手，就是你的妻云朵朵。
云朵朵，我本以为此生孑然，直到遇见你，以为你是此生救赎，到头来成婚3载都是谎言。尊一生都在逆天抗命，可原来你才是那个所谓的天，你可真是跟本尊开了好大一个玩笑啊！对不起，不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当初写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书中的世界会变成现实。是啊，可谁能想到书中世界会成为现实呢？身为作者，你没有错，可是本尊和魔族的满腔怨愤，又该向谁讨还？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和魔族。如果我死，可以消除你与魔族心中的怨恨，你杀了我。你以为本尊不敢吗？你走，云朵朵，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本尊面前。魔尊大人，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他可是害我们魔族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她是我妻，夫妻一体，魔族3刀6洞之刑由本尊亲自领受。以后云朵朵与魔族再无干系，她也不再是本尊的尊后。周不义，你赶紧杀了我！将她逐出魔族。周不义，我要。亲妈不好了，周不义怨气值不断上升，书中世界随时有崩塌的危险。小九，我该怎么做才能拯救周不义，拯救书中世界？对书中世界而言，你是如同天道一般的存在，所有剧情都会根据你的设定演变。如果你不存在，天道也就消失不见，书中世界会自行演化，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死了，周不义和书中世界就会脱离原著设定的掌控？不错，可是亲妈，为了自己笔下的世界牺牲自己，值得吗？正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我才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人物爱得深沉而热切。周不义是我最心疼的角色，也是我最心爱的人。说可惜，我只恨自己只和他生活了短短3年时光。云朵朵，爱上自己笔下的人物，无论对错，我都认了。君生未逢时，我生君未知。枉然黄粱梦，落花两不知。第1220号书中世界演化完成，对接时空局，现实世界生成中。我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回到现实世界？清冷仙君霸道宠的文稿怎么不见了？怎么会这样？云朵朵，周不义，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惊醒我心相印，绕过长亭短亭，得到了边境。和你相遇的时候，满城花灯通明，三生大梦境，连风都